趕快來看到是美債100年來的熊市正式的引爆，另外還有就是在美國當地的停滯性通膨問題，還有最新公布的 GDP 跌到1.6%，重點來了，企業的獲利最新統計竟然暴跌了80%，美國人窮到還得變賣家產，這個時候川普想着是只想他的肖像登上美鈔，末日博士也在此刻警告了，危機財政要開始。觀眾朋友歡迎留言互動，如果您認為美國的財政恐怕陷入危機，留言寫1；如果您認為還非常的健全，還非常的穩定，可以留言寫2，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。趕快來看到現在呢，在美國內部，在多條警報可以說是同時亮起紅燈。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長天期的美債，剛剛說了陷入100年來最長的一個熊市，價格從2020年當時的高點可以看到是一路都是向下崩跌的，市场现在也重新開始評估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，跟它的信用跟美元霸權到底還能夠撐多久。所以呢，此刻末日博士直接出來喊話了，他警告美債危機不再只是債券價格的修正，而是現在全球對於美國的信任度、主權的信用重新做定價了。他說衝擊可能不輸當年2008年的金融海嘯，而且他認為危機從現在才正要開始。美國的經濟警訊，首先我們從 GDP 很快的就可以看出來了，第一季的 GDP 下修到1.8%，已經是有這個消費疲弱的現象。但是呢，通膨越來越高，創下了3年的新高，這是個人消費者的支出也是創下3年新高。再來看到是油價的部分，從美伊戰爭爆發到現在，汽油價格暴漲幅度已經超過50%了。當然，連帶的就是影響到了這些物流的價格、食品的價格跟生活成本的價格。再來看到第一季企業的獲利，沒有想到竟然暴跌幅度高達了80%，今年第一季企業的獲利只有400億美元，而上一季高達了2400美元。企業喊的說呢，現在要這個經營生意可以說是苦哈哈啊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國的家庭儲蓄率在消費者方面降到了2.6%，是2022年以來最新低的一個數字。我們趕快來看到一個具體的實例，是來自於 CNN 做的最新故事專題報道。57歲的這一位職業的護士，他叫做梅西，為了繳他的賬單，即使他的收入有6位數字美金，但是呢，他也只能變賣祖母留下來的珠寶來繼續的求生。那麼挨餓的人口已經越來越多了，而且超過了當時疫情爆發的期間，10%的家庭沒有足夠的食物，15%的受訪者曾經接受過食物的捐贈。目前消費者的信心水準也已經接近新低，而且是大於當時經濟大蕭條還有疫情時期的一個最新低點。所以節目一開始，我們也從末日博士的警告開始來看到美債危機，再到 GDP 的下修，再到儲蓄率創新低，美國經濟是否面臨系統性的一個危機？苑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這個末日博士啊 ，Peter Schiff 他講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準，因為我們都了解美國本身維持這麼好的生活，它其實講起來就是美元、美金跟美國夢嘛。啊，這個美軍、美金跟美國夢這個三者之間的話呢，美軍的強大現在在中東戰爭打垮了嘛，大家可發覺美軍有問題了。然後呢，這個美國夢的話跟美金是直接勾搭在一起啊。我從小就是認為說，美國生活又好又便宜。這個是我自己的印象。我到了加州去，到了 LA 啊什麼的，他們確實生活當中的話呢，我們都是出口給美國，美國只要賺錢容易這樣子。但是現在的話呢，這個末日博士講的事情的話，我先強調為什麼要從美債的修訂的價格牽涉到他們的日常的生活，以及為什麼美國的日常生活會到你說，因為剛剛講到 Mercy 啊，那個護士6位數就10萬美元年收入，10萬美元以上是很高的啊，大家要搞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年收入300萬的台幣，對不對？那我們一個台大教授也沒這樣子啊。好，那這裡面的話呢，就是說美債的問題的話呢，美債很特別，10年期的美債是全世界的穩定它的這個銷售啊，也是全世界貨幣的定價的單位。那10年期美債的話呢，這個美債本身有它的利息，但是美債是可以交易的，因為它是定價，它很穩定。但是美債交易的過程當中的話呢，利息越來越高，債務这個美債越來越低的話，表示美債價格修訂。所以說，這個他們這個美債的價格跟它的利息剛好成反比，美債越低，它的
這個殖利率，這個叫殖利率，對，升值所產的利率，这個利率越來越高，現在已經到達了5%。前一陣子的話呢，我還跟陳鳳馨在一起，他說他不排除會到達6%，我聽了都嚇了一跳。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，可以感覺到，就是全球主權信用危機的，就是說我剛剛一開始強調的，就是美元、美金跟美國夢，那個美金就垮掉了，因為大家就產生了一種不安的感覺，大家紛紛的就開始出售美債，其中最特別就是大陸現在賣到6000多億，日本的話呢也強調，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，前不久的時候，貝森特還繞道跟那個高市長談了20分鐘，其中就包含你不能夠亂賣美債。日本講說，我日元一直在貶值，怎麼能夠不賣美債呢？那麼留一大堆美元不管用，反正你就不能賣就對了。那這裡面出現了一個結果，就是說美元不值錢，美國進口當中的物價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從3塊美元一加侖的油變成4塊5啊，這個就叫50%啊。那現在就是4塊5買1加侖油。那在這種情況下支出的話呢，因為美國是一個家家戶戶都有車的國家。人家家戶戶都有車嘛，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美國的生活當中就有一種進口性的通貨膨脹，以及加上停滯型的通貨膨脹啊，一個是這個進賬，另外一個是滯賬，反正美國就進入一個滯賬加上進賬的一個結果。造成的一個現象就是生活越來越貴，然後這個叫 Mercy 的護士當中最可怕的地方，是美國的醫療，我跟你講，前一陣子的話呢，我有機會跟一個朋友聊天，我說，這個美國不錯，我們想回到美國去住，他說不可能，為什麼？那你沒有保險，你年輕沒有保險，累積出來的話，你根本不可能啊。那台灣保險不管好不好，那基本上的話，你躺在床上，他就是付得起就對了。美國你是付不起的，付不起的話呢，美國就把你直接丟到大街上去。好，那同樣的問題，張將軍怎麼看呢？美國的經濟系統原則上是朝壞的方面去發展，目前還看不到有一個非常大幅度变好的狀況，因為它有5大包袱沒辦法解決。第一個，美債重，美國國債39兆，你每一年將近要2兆的利息，你怎麼辦？今年就要破40兆了，明年2027年最起碼破42兆。你光利息有点受不了，美債重，政府可以在舉債的空間就被你壓縮。我想舉債來搞建設，不行，你太重了，你光付利息付不完。第二個，儲蓄率低，因為美國人儲蓄率都是大家月光族，你一拿到这個錢，這個信用卡錢卡債繳掉，保險的錢用掉，另外一個可以發行的消費率就剩那麼多了，對，那就被你月光，因為大家都不存錢。如果可以存錢，我忍受度高，因為我後面有錢啊，我自己存啊，可以用啊，沒有，因為你不存錢，你可以調撥的空間就很少。這個是第二個。第三個呢，美國窮人太多，美國現在的窮人呢，3950萬，美國人口3億4千萬呢，但是3950萬，拿那個我們的食物補助券呢，貧窮呢，一家4口3萬3千塊美金以下呢，你怎麼活啊？所以這個貧窮人口越多，你會造成社會的包袱，因為我們好多窮人都要靠我們來補助，要靠食物券來生活，那就麻煩了。你這樣的話，整個經濟的這個系統，你就會造成包袱重。那第四個呢，通貨膨脹，也許因為伊朗戰爭或其他的因素，因為油一上漲，在上個月4個月份的時候，這個通膨的年增率是到達3.5%。100塊你要上3.5，那很貴了。你看看你有錢人沒問題啊，你窮人怎麼活啊？一下貴了，油一下貴了。剛才苑教授有講啊，油價的話，你要從3塊變成4塊51加侖，那個有的人受不了。你有錢人沒問題，但是窮人很多啊，那我怎麼辦？我汽車加油我怎麼辦？這個問題就是說通膨重，美國這也會造成它整個消費意願會造成通膨的緊縮，因為我不能再花那麼多錢，不能再買那麼多了，因為那個物價變太貴了嘛，而且物價往往會變貴回不來。最後一個，我認為啊，美國的貿易赤字重，美國在去年2025年的貿易赤字9015億美元，將近1兆啊！你都在貿易赤字你都是買的多賣的少你賣給人家不多，但是你買人家好多東西，那你就一直在花錢這是貿易赤字。去年川普打了1年的這個貿易戰、關稅戰，你還赤字9015億美元，快1兆。你這個貿易赤字重，你的經濟上沒有好轉。你這5大包袱加起來，美國經濟還要想要說弄很好嗎？這個美國的系統性的空間可以彈性、可以忍受的，已經被受壓縮了。所以美國在這一方面想要一時好轉，非常困難。
好，這個是美國現在經濟陷入到的問題，但是我們也看到，那川普政府有沒有要尋求解決呢？目前看起來是沒有，因為我們看到6月份的川普即將生日，他會辦這個生日的相關的派對哦，花費換算新台幣19億哦，這個是第一點。第二點事情是我們看到畫面上這個鈔票。這是$250的一個鈔票。那川普說希望未來能夠在他這個鈔票上面放上他的頭像。如果真的放上去，那是150年來第一次有美國總統上去這個鈔票上。那酈將軍怎麼看？我建議川普最好不要這樣幹哈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鈔票上面之前美鈔上面印的都是死人嘛。那你自己把自己相片放在上面，你是不是這個在詛咒自己？我們大家不要小看這種說法，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，這叫很晦氣，你知道？就是你還那是等於說有點像遺像，你知道？那你是把這張遺像放在這上面，而且再講一句話，我們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說法，這個東西就是如果說你這個沒有這個德來講的話，你硬要做這種事，事實上是讓自己折壽的，你知道？你會等於說你這種只是在詛咒你自己啦，但是很遺憾的哈，川普到現在為止哈，不管自己老百姓民生的死活，一面的只想搞他個人的崇拜。我們現在講哈，美國生活有多慘？我們現在有一句話，我們經常講一句話，就是你的薪水趕不上你的物價上漲哦。那美國現在正是面臨如此這種狀況。當然不是每個層級哦，它分3個層級來講啊。第一個，我們先看到哈，這個所謂 PCE 年增3.8%，也就是說，大概我個人支出的，我可能物價大概就是我必須要包括到我的食用的食品，或者是我必須要用的物價，然後這些包括油料哈，這我必須要用的叫 PCE 指數。等于漲了3.8%，但是我們看看美國人年薪漲了多少。第一個，美國這個高收入的，所謂高收入就是年薪達到13萬美金以上的叫做高收入，他們是沒有問題，因為他年薪增加6%，6%比3.8%就要多啊，對他來講不但沒有影響，他還有更充裕的餘裕的錢去做其他事。可是我們看這個中等的哈，中等收入來講的話，他年薪是指7到13萬的這些族群，他只有2.3%，年薪增加2.3%，那你跟3.8%来講的話，那就多很多了，多1點多%的支出。那更何況是低收入他們定義是在年薪7萬塊錢以下的哈，年薪只有增加多少？1.5%。那你看看，比他我年薪多的，結果物價比我多了1倍還多，我怎麼生活下去？他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拿他以前儲蓄的錢拿來應用，拿來應急來用，不然他活不下去了。那在这種我們稱之為吃老本哈，就是把這個原來存的錢拿出來。可是吃老本畢竟不是長久之計，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剛剛舉這個例子，美國的這個護士哈，他事實上。他年薪也是算6位數，算是高收入哦。他現在如果說按照他自己所講，因為通膨，因為伊朗戰爭造成油料的上漲哦，在美國生活，你一出門你就要開車，那個油價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大，他們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大眾運輸工具，所以他油價對他來講是很必須，而且一定要有的一筆負擔。那現在油價上漲，通膨的因素，他現在雖然說年收入到達這個6位數字，可是他扣掉這些錢以後啊。他每一周他能夠用的錢，剩下美金15塊，15塊他怎麼過得下去？所以我們剛剛這則報道，他自己本身雖然說是一個職業護士，可是他連看病他都沒辦法去看病，他因為只剩15塊，大概吃飯錢，所以他將他自己這已經在這個醫院裡面掛號的號給他取消了，就是他沒辦法看病。你想看美國老百姓生活有多的多麼的悲慘，尤其是中下階層的收入。那川普在這時候一心只想把他的把他的人頭像搞在這個鈔票上面，我覺得真的是對美國來講，老百姓來講看在眼裡哈，那真的是極大的一個諷刺啊。好，謝謝酈將軍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。